对不起，杀他了。我不是来听我的律师跟我道歉的。这句对不起，是我替你跟我的助理说的。他很忙，而你没有预约。我这出了状况，很急。那150页的合同你已经签了吗？你是我们的法律顾问，但你没有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。我在这儿等了你一早上，一上午我都耗在这儿，你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？那是因为你知道你犯的过错会导致500亿的市值灰飞烟灭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能阻止这一切吗？我要30%。不可能，其他律师都是15%。那你就去请其他律师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对我的敌人，是否也会像你对我这么横？我并没有开启战斗模式，这是我最友好的时刻。好，就30%。准备合同。我喜欢他，有气场。我最讨厌那种对我唯命是从的律师。明白，千军万马去上将手机。对，替我取他们手机。好。你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这所有东西都撤完了啊！现在店内口像平常一样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但是这东西没地儿放，我这儿也没地方放。我本来想吧，把它放到男厕所去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妥当。我这儿也不妥当。那可是这东西放哪儿啊？丽娜姐好。别呲牙了，赶紧拿走，我这儿不能放。那放哪儿？就放这儿啊！这样，我跟你说了，不可以放这儿，拿走。就这样，拿走。我最喜欢的荔枝，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是我送的？当然了。哎，本来啊，我打算给你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，被罗宾给阻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丽娜。你回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我也很高兴。有一件事啊，我一直想跟罗宾说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想好怎么跟他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跟他说？那就太好了。除了跟蓝红有关系的事情以外，为什么啊？不为什么，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小规矩。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定一个这样的小规矩呢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不，是这样啊。你看啊，之前呢，蓝红她来找我啊，找我给她老公家里边的买卖打官司，然后我给她打赢了，而且实现了非常大的胜利，被誉为神反转。所以你实现了神反转，可是他黑不提白不提了。对啊，就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。你说蓝红跟罗宾是吧？他们俩有那种特殊的关系，那我是直接跟蓝红要这个钱呢，还是说我直接给他发一个律师函？有些问题呢，你要学会自己去解决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来帮助把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你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好吧？当我没说。我最喜欢的。我父亲送你的好酒。谢谢。你刚才在那儿干嘛呢？啊？
你做的？怎么把它放那儿了？因为如果否则的话，你就站在男厕所。我看站这儿挺好。丽娜已经上班了吧？我知道，但他现在不是刚回来吗？那你别忘了跟罗宾说辞职的事儿啊。怎么在这儿打电话呀？哦，家里的事儿。喂，您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。罗老师，你有事儿吗？有。重要吗？不重要。那你们先忙吧。发现问题了吗？这份合约我们当时在给法律意见书的时候就已经提示过风险了。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远期合约，它是一系列期权的组合，被称为累计期权。累计期权在香港被称为 accumulator。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解释是说 I kill you later。没错 ，accumulator 和 accumulator 是谐音，它的意思就是我迟一点杀死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签这份合约，迟早会死。你们这种累计期权的合约设计本身就是不平等的，违反了合约的公平原则。那合约就是合约啊，你签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是有办法的。比如说解除、终止，或者重新签订补充条款。那也得双方都同意啊。你们这种产品是有巨大的向下风险的，往上给投资者的回报是很小、很有限制的，但是往下的风险可以是几十倍，甚至是几百倍。因此，如果你让投资者签了这样的合约，造成了巨额的亏损，在国外你们是要承担极大的法律责任的。那你们就到国外告我们好了吗？我们并不想兴师动众，所以还是先请你看一下。这是补充协议。我们老板他不会签的，即便我他会签的。如果他不签，我就告诉他妻子，他跟你的事儿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跟他妻子并没有婚前协议。您怎么知道他跟他老板有事儿啊？那你以为这么长时间我在干什么？那既然您手里有大牌的话，我们应该一进去我们就……你打牌的时候一上来就扔王炸吗？不会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让我查那么多国外的法律还有案件什么的？让你查那些案件案例，是为了提供给对方，让他跟他的老板去说服他们需要去说服的人。不过这招不要轻易用，除非确信奏效。不，除非确信对方没有重大疾病，比如说心脏病、高血压。我不是故意要去刺激厉伟正的。我觉得吧，他心里一定有问题，典型的精神分裂。你想呀，他好起来的时候对丽娜母女可好了，但是他发作起来那真的叫六亲不认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被法律耽误了的精神病专家呀。哎，罗老师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……他们为什么不去做亲子鉴定？对，你为什么不带着你父亲去做亲子鉴定呢？或者说你父亲没事带着你去做个亲子鉴定？因为我不需要啊。那他们就需要吗？因为周围的人都说他们不是。那就要证明给周围的人看吗？
罗老师，有一件事情。着急吗？我后面还约了人，不着急的话以后再说。不急。Thank you。送给你的。今天不是我生日，这不是生日礼物，那是什么？你终于决定向我求婚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只是出于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高龄的法律顾问跟他老板？因为我是丽娜。欢迎你回来。上午9点，关于房产分割的案子还与当事人面谈。10点，大华公司的胡总和女商参与华瑞公司知识产权的问题。12点，企划对于总要谈侵犯股权处理的相关法律事宜。下午2点，你要审看易盛公司股权收购的合同条款。您接着说。这个事情啊，我都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。你说说看，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律所吧，请你给蓝红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律师费支付了。这是丽娜让我亲自跟你说的。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他不是我的客户，但她是你的前女友。如果不是你的缘故，我不会接她老公的案子。你如果不接这个案子，是如何一战成名的呢？不，那些都是虚名。总之，现在她欠我连续3年，总计是1650万的法律顾问费，她可以按照年度付，否则我会向她发律师函，告得她倾家荡产，将她和她老公还有她全家都列入失信人员名单。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这个事情吧，我到时候还是要跟我的老师去说一下。那您先往这里走。罗老师，你先别说话，让我来猜一下。她结婚N年，相夫教子，没什么过错，但是丈夫不再爱她，所以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小三儿，但是呢，又没有什么证据。而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她丈夫应该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。所以说呢，她想要离婚。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，她和她丈夫又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什么也分不到。可是呢，她又不甘心只听命于她的丈夫，忍气吞声，别折腾，好好的看家护院。她丈夫有很多的房产，还有商铺，但是都购于婚前，婚前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她是不是以前咨询过您啊？当然没有。那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她没有付你咨询费。她没钱，不过她答应我们了。如果说我们可以帮她胜诉的话，她是会付我们律师费的。我们可以走风险代理嘛？风险代理的意思不是律师承担所有风险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我告诉你我的判断是什么。他绝对不是只咨询过我们一家律所，
也不是只找过你一个人，他应该找过很多家。而且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一定是你的一个朋友或者熟人介绍的。因为你这个熟人已经被他骚扰得不得安宁，所以你就热情地接待了他，拿出了你宝贵的时间听他讲了一个很悲惨的故事，你都不好意思收他的咨询费，对吗？是他自己主动说，如果你肯帮他赢了案子，他会重谢你，对吗？哎呀，罗老师啊，她真的特别可怜。您好好想一想，她跟她丈夫结婚多年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任劳任怨。看来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，那就让我直接来告诉你，他的这个案子胜诉的希望非常渺茫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咨询了很多家律所，但没有律师肯接。是，虽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视财如命，但是谁会接一个既没有钱，又会输的案子呢？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她的丈夫一定有法律顾问，她的法律顾问一定会告诉她，婚前财产属于个人，所以她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她，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对方跟她叫板，那就是一无所有。所以说啊，您不觉得她很可怜吗？啊，她丈夫足足有10套商铺，1年光租金就有100万，10年就有1000万啊！可是她呢，她什么都没有。你再说一遍。1000万啊，这是一笔巨款。不，我前面那句。哦，她丈夫有很多的房产，1年光租金就有您是说，租金是夫妻共同财产？打开你的录音器，把它记下来。我已经说完了，我是说把你自己理解了的录下来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谢谢罗老师。法律规定，婚前购买的房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但是您丈夫的10套商铺是属于重大生活资料，所取得的租金，事实上是一种夫妻共同经营后的收入，那就可以作为共同财产来分割啦。对。哇，太谢谢你了。那你觉得这案子能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啊。好，拜拜。你男朋友？啊，那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你今天又没跟罗宾提辞职吧？我想好了。你不想辞了？我是不想现在辞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答应林佳映了。谁是林佳映啊？你知道他是谁？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帮他呢？你们很熟吗？什么关系？朋友、亲人，还是你欠他人情啊？他求了好多人，他都已经快绝望了。他是死马当活马医才找到的我。我既然接了他的案子，我就不能让他失望。我没有办法拒绝他。怎么没有办法呀？你是罗宾的助理，你可以把事拖给罗宾啊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你要不想辞职，你就明明白白告诉我，你干嘛非要给我找那么多借口呢？你先说丽娜遇到事儿了，你不好意思提辞职，现在好不容易等到丽娜这事儿过去了，又蹦出了一个8竿子打不着的林佳映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是怕林佳映对你失望，你是怕罗宾对你失望，对吧？明白了。